在你的心目中，假面骑士里哪一把武器的音效最好听呢？本期视频就来欣赏各大天才 DJ 们的作品。一、驾驭平神剑，三大 DJ 剑之一，大名鼎鼎的平神黑剑，说它毒瘤都不为过。此剑是小魔王获得第7表盘后变身，所使用的武器，它的音效非常魔性，将平神日语发音拆成嘿与 say， 使用必杀时会不断发出嘿的音效，听上去就是嘿嘿嘿，加上它动感的节奏，让人感觉既喜感又好听。于是观众们都要它平成黑剑。阿峰建议此音效极度洗脑，如果你第2天考试，千万别听这个音效，否则你会被魔音环绕一整天。2、最强极限剑，又称提头来剑与舔狗剑，小魔王得到GO2阶表盘后所使用的武器，因为这武器的造型过于奇葩，直接把初始形态的头放上面了，所以被观众们称为提头来剑。其实也还好，电王的雷射剑上还有4个头呢。外加使用这把剑会发出GO最强的音效，和舔狗一样，故又多了一个外号舔狗剑。这把武器的待机与必杀音效突出异域风情，非常像埃及的曲风，还夹杂着咖喱味。3、野枪军刀，又称钢钢剑，假面骑士 Ghost 所使用的武器，它的实用性高得离谱，能拆卸拼装成长剑、2刀流、手枪、剃刀。切换形态时，又能与各种幽灵小工具合成其他模式的武器，玩法多种多样。只可惜某位视觉破坏者玩不来，用完就丢。这把剑的日语发音是眼睛加枪加剑的组合，眼睛和枪连起来读，听上去就和中文的刚刚一样，故被称为刚刚剑。它有着不出 Ghost 的腰带的空耳音效。4、危险扳机，天才 DJ 葛城小的作品，也是名梗我会阻止你，及时赌上蓝与姓名的出处。在 Build 第20集中，战兔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原度一海，决定使用有着失控风险的危险扳机来增强实力。他在使用前说出我会阻止你，及时赌上我的性命。结果在21集中，失控的创奇一脚踢死了原度一海的小弟蓝宇，这个梗也就诞生了。明明说要赌上自己的性命，就拿别人当做祭品，说你呢，盖茨。危险扳机这件装备的待机音效是重低音，总之就是非常带感且震撼。5、音作终结者，3大 DJ 剑之一，依旧是天才 DJ 葛城小的得意之作，又被称作拉奏剑、WiFi 剑、万种龙我的专属武器。当拉动剑柄下方的把手时，剑身上的音频显示器会产生波动，看上去很像在演奏，故被称为拉奏剑。外观设计可以说是别出心裁，毕竟龙我是亲儿子。装备自然不能输给创奇，这把剑在释放必杀时的音效可以说是非常带感。6、信号符，假面骑士万恶之源中的一个名场景，在假面骑士 Drive 第46集中，2期赤岛刚想要杀死一直残存在腰带上的邪恶父亲，他拿起信号符对着腰带，刚的父亲哀求他住手，因为信号符在发动必杀时会发出和信号灯一样的音效，等红灯跳到绿灯，武器上会发出可以上了这个音效。然后刚创造了一句名言，他说可以上了，手起斧落劈碎了自己的老爸，这下哄堂大笑了，信号符也成了对付宝具。其实信号符本身的设计也挺有新意的，即使没有父子子孝这个梗的加持，它依然是一把音效出色的武器。7、暴雪铁拳，外号蜜雪冰城，又是天才 DJ 葛城小的作品。假面骑士格里斯使用的直接同环型武器，危险程度较高，变身者有丧命的风险。红爹仅在最后一战中使用过此武器，它的待机音效听上去很空灵，有冰雪奇缘的感觉，与电王中林诺斯的待机音效风格类似，不知是不是巧合。有一首叫做《魔法少女百年祭》的歌，他俩也不能说相似吧，旋律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对比一下。准备好进入冰雪的世界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8、刃王剑十圣刃，假面骑士 Cyber 中集合全圣剑之力的终极武器，又叫将故事引导向中烟的圣剑、司长全知之圣剑等一系列听上去很高大上的名字。它的声音神圣且庄严，拔刀时一改往常的说书音效，改为歌颂的形式，歌词气氛昂扬，一听就让人觉得这把武器是圣者才有资格使用，属于是牌面拉满的一把武器。9、音枪剑吸音，3大 DJ 剑之一，持有人是天才 DJ 大秦4，也就是假面骑士剑闪。由于 Cyber 中大部分变身音效都在说书，而剑闪变身时说的是一对兄妹误入森林的奇幻冒险故事，加上这把剑的待机音效非常嗨，完全就是首夜店神曲，观众们就把这个故事恶搞成一对兄妹误入夜店蹦迪的冒险故事，我只能说沃公公出来兑现。10、火绳大城 DJ 枪，由天才 DJ 战旗林马与香月联合出品，此武器有2种形态，一射击形态，2是可以与无双军刀合成为大剑。它的音效是铠武腰带的待机音效，浓浓的战国风，可以拨动打击机来切换射击模式，音效的节奏会同时跟着改变，一共有3种模式：快节奏的3连发模式，正常节奏的全自动模式，慢节奏的炮击模式。接下来性感铠武将为我们现场打碟。以上就是一些较为魔性的音效武器，如果大家有补充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阿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